男人突然醒来，发现自己缠满纱布，他连忙解掉身上的纱布，却发现自己没有了脸。他惊恐万状，情绪变得非常激动。他来到一处窗口，却发现里面放着别人的脸。这时，他观看着手术录像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于是连忙打电话给手下，让他们将医生抓来。他做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，让医生帮他装上那张不知道是谁的脸。事情要从5年前说起，肖恩跟儿子正在玩着回旋木马，而此刻一把 AWP 正在瞄准着他。子弹穿过肖恩的胸膛，击中儿子要害，儿子当场毙命。他是反恐 F 队长，本来这次刺杀的目标是他，没想到却误杀了他的儿子。身后的枪手叫凯斯，著名的恐怖分子，是别人花重金请来进行刺杀的。时间来到5年后，这里是反恐 F 队总部，为儿子报仇成为肖恩的唯一目标。5年来 ，F 队日夜追查凯斯的下落，但却毫无结果。另一边，凯斯正在按着键盘，不一会，屏幕里的数字跳了起来 ，C4 成功启动。他露出邪恶一笑，这一看就知道是大工程。安装成功后的他兴奋跳起舞来。而这时 ，F 队收到线报，说凯斯会在某私人机场出现。收到消息的肖恩马上出发，他等这一刻已经等了5年。某私人机场上，一辆黑车缓缓驶来，凯斯打开车门，潇洒下车。这次的任务顺利完成，只要等那颗 C4 倒计时完，他们就能领取1000万美金。波利是凯斯的弟弟，是一位天才少年，那颗 C4 就是他的杰作。两人登上私人飞机，准备离开这座城市。可正当飞机起飞之际 ，F 队大批人马赶到。这时的凯斯也发现问题，连忙来到驾驶舱，用枪指着飞行员，让他强行起飞。受到生命威胁的飞行员只能照做。肖恩看到无法逼停飞机，最后只能夺过直升机，驾驶直升机追上去，接着开枪打爆飞机的引擎。飞机立马失控撞向一旁的仓库 ，F 队员一个闪现过来抓住波利，而凯斯则拔出他金色的沙漠之鹰，准备与肖恩死战到底。他们在仓库内开战，战斗了不知道多少回合。凯斯最后打光子弹，立马举手投降。他一边认怂，一边在背后动手脚，接着拔出匕首偷袭，但哪能逃过肖恩的眼睛？他被一脚踹飞，刚好撞上启动的引擎。就这样，他被强风吹飞几十米，最后撞上铁网晕了过去。凯斯终于落网。肖恩回到家中，将喜讯报给妻子，两人相拥而泣，儿子的大仇终于得报。可他们高兴有点早。第二天，肖恩回到单位，一名同事走了进来，让他最好看看这张磁盘，这东西是在波利身上找到的。肖恩接过磁盘，打开一看，里面全是那颗 C4 的设计方案，并且确定这东西已经安装在某个地方。C4 的威力极大，一旦爆炸，将导致一座城市灰飞烟灭，这让肖恩头疼不已。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，没想到才刚开始。他们立马审讯波利，问磁盘的设计图是怎么回事，但波利却说见不到他的哥哥凯斯，一个字也不会说。肖恩急得不行，一个城市的安危全在他身上。这时，助理让他去一个地方，说可能会有解决的办法。他们来到一处医院，却发现凯斯并没有死，现在成了植物人。肖恩气急败坏，不明白组织为什么还让他活着，但助理却说是组织的决定。助理带他找到这里的医生，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，用最新高科技技术将他的脸换成凯斯的脸，然后混进狱中找到波利，从他那里套出炸弹的位置，回来之后再换回自己的脸，这样就可以解除城市的危机。肖恩听完后激动不已，这根本不是人干的事，于是立马拒绝。几天后，他们回到公司，助理跟他说，事情再不解决，那颗 C4 马上就要爆了。肖恩的情绪非常抵触，但为了城市的安危，逼不得已还是答应了。紧接着，两人双双被放上手术台。一段时间过后，手术完成，他拆开纱布，看着镜子中的自己，仇人的样子出现在自己身上，他的情绪顿时失去控制。医生给了他一针之后，才慢慢平静下来。时间紧急，必须马上出发。他被扣上头套带走了。来到监狱里面，他被套上铁鞋，这是第一次进监狱，难免会有些不习惯。这所监狱关押的全是重刑犯，凯斯的恶名远扬，一进来就成为了焦点，众人纷纷投来敌意的眼光。这时，他看到远处的波利，接着向他走过去，可中途却被一名胖子干倒。原来他们之前有仇，胖子以为是真的凯斯来的，于是给他一顿暴揍。这时，波利看到哥哥被打却不还手，面露怀疑之色。肖恩看到他的表情，知道自己必须狠起来，要不然绝对会暴露。起身之后，三拳两脚解决掉胖子。样貌虽然改变，但 F 队长的身手依然还在。之后，他找到波利，他已经成功得到波利的信任。接着聊起 C4 的事情。Bomb you built does deserve an audience. It's a work of art. It belongs in the Louvre. Yes, it does. Oh well.
I guess the LA Convention Center will have to do. 他终于套出 C4 的位置，接着给波利一顿嘲讽，然后潇洒离开了。这时，波利才意识到自己上当。另一边，凯斯突然从病床醒来，发现自己没有了脸，一旁却放着肖恩的脸。看完手术录像之后，连忙让手下将医生抓来。肖恩这边，他已经套出 C4 的下落，心情非常漂亮，正在等着同事来接他。可慢慢打开的大门背后，却出现自己的样子。原来，凯斯让医生换上肖恩的脸，然后将所有知情者都干掉。恐怖分子摇身一变成了 F 队长，而肖恩则变成了歹徒。You're gonna be in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. 听到这里，肖恩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怒气，他一把抓住凯斯的脖子，想将其干掉，却被赶过来的狱警阻止。在所有人眼里，他现在就是那位无恶不作的歹徒。凯斯出来之后，第一时间就是来到肖恩的家，与他的妻子见面，并且入住他的房子，对他的女儿也是格外疼爱。第二天，他将波利保释出来，把他变作污点证人，然后从波利那里问出 C4 的密码。接着 F 队全体出动，来到 C4 埋放的位置。他一边跳舞一边输入密码， C4 成功解除，他成了城市大英雄。狱中的肖恩看到此情形，心里悲痛无比。肖恩准备越狱，他先问狱友如何从这里出去。You can't. 他对狱友的回答很失望，接着继续问他如何才能脱掉铁鞋。狱友回答他说，只有在电刑的时候才有机会脱掉。他望向附近的狱警，然后思索一会，下一秒他一拳打在狱警的肚子上，两人扭打在地上。附近的狱警连忙赶来，将他按在地下暴揍一顿，接着将他拉去电刑房。一切都在计划之内。来到这里，看到刚受完电刑的胖子，于是立马怂恿他一起越狱。其实对方早有此意，只是时机没成熟。现在有人跟他一起，二话不说就行动了起来。他拿起铁盘砸向狱警，一旁的肖恩解掉锁链，随手抓起一把手枪就向狱警攻击，然后扔上去一瓶硫酸，接着打爆瓶子。2名狱警顿时冒青烟。肖恩来到控制室，输入指令开启自毁程序。没一会，监狱里面火光四射，他趁着混乱逃到外面，却发现这里竟然是在海上。他失望至极，所做的一切将功亏于篑。这时直升机出动了，上面的 M51对着他扫射。情急之下，他只能跳进海中。来到外面，第一时间就是给妻子打电话。他对妻子说，你现在老公是假的。现在连忙带上女儿回外家。他妻子以为是神经病的来电，然后直接挂掉电话。他失望至极，最后只能回到家中，当面跟他解释。这时妻子刚洗完澡出来，他连忙喊出妻子的名字，可妻子看到仇人的脸，顿时吓坏了。他不断的解释道，当年是为了执行重要任务，逼不得已才跟昏迷的凯斯换了脸，哪曾想凯斯突然醒来，逼迫医生换上他的脸，这才导致悲剧的发生。他越说越激动，眼睛流出了泪水，表情的真诚让妻子的提防少几分。他接着说，你可以去验一下老公的血液，样貌可以是假的，但血型绝对骗不了人。说完他就离开了。其实妻子也隐约感觉到老公的不对劲，于是到了晚上，他拿出一根针抽取凯斯的血液，然后来到医院，经过检查发现血型果然不一样，他这才相信肖恩的话。这时肖恩出现在背后，夫妻俩终于相认了。妻子不得不接受事实，他们必须尽快解除危难。妻子说，明天会有一场葬礼，凯斯会去参加，所有同事也都会去，或许明天就是一个机会。第二天葬礼如期进行，肖恩也及时赶到，两人一见面立马开干，场面陷入枪林弹雨。一段时间过后，肖恩好不容易制服凯斯，可他的女儿突然出现，他可不知道谁才是亲生父亲，他只是认得父亲的脸，接着给肖恩来了一枪。这时凯斯反过来挟持住女儿，女儿一脸的莫名其妙，直到他的母亲来到，这才明白所有事情，接着拔出防身匕首，在凯斯的腿上刺了一刀，受伤的凯斯落荒而逃。肖恩连忙追上去，来到码头，他抢走一艘快艇，加大油门开始逃跑。肖恩也驾驶另一艘快艇追上去，两人在海上饰演一段速度与激情。一段时间过后，快艇失控撞向码头，两人也被甩到地面，他们继续起身相搏。最后肖恩用鱼枪结束掉凯斯的性命。回来之后，妻子给他请来最好的整容医生，帮他做手术。很快他就恢复以前的样子。回到家中，妻子在家等待已久，见面后两人相拥而泣。整部故事到此结束。